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第二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来得到一根梁的每一点的转角跟变位。好，那这个方法我们叫做 superposition， 用叠加的方法，线性叠加的方法。那请各位注意，就是这一个方法呢，一定是要用在线性系统才可以适用。如果呢它是一个非线性的系统呢，那你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线性叠加的方法来做。好。例如说，像这样子的一根悬臂梁，我在中间某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向下集中载重 P1 作用，然后呢，在 B 点在自由端的地方有一个向下的集中载重 P2 的作用。它呢对整个梁的变形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拆成同样的一根悬臂梁，分别在这个 P1 的地方作用，再加上另外一根悬臂梁一模一样的，在 P2 这边的作用，这两个情况的把它叠加呢，例如说这一根梁造成在 B 点的变位多少，加上这一根梁在 B 点的变位多少，它就是这一根上面第一根这一根梁在 B 点的变位是多少，然后转角也是一样的。好，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如果是可以这样子来叠加的话，我其实就可以去列一些表。然后把这个表呢，就是让它出现的是比较简单、比较常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再把我可能比较要求的比较复杂的 case 拆成很多这个简单的 case 叠加的状况。那我简单的状况我都已经先把答案算好了，然后我再按照它们的叠加呢，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变形的状况。那我就不用再每一次都要去一直积分。我们举个例子来为大家解释哈。好像这一题呢，就是 B 点的这个变位呢，它其实就是等于这一根梁的 B 点变位加上这一根梁的 B 点变位，好，就是这样子一个关系。那这种方式我们把它叫做superposition， 就是一个变形的一个叠加法。好，那首先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个影片讲到的因次的问题哈。如果是 Q， 它本身的一个它单位呢是一个力量除以一个长度，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这根梁的变形量，这根梁上面是有这个分布载重的时候，那它因为这些分布载重造成的一个变形量，它的这个因次呢，应该是要 QL 四次方除以 EI， 这个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了哈。因为这两个这样子整个除下来呢，它就是一个 delta， 一个长度的一个单位。那如果是四次方变成三次方，这个东西上下呢因次一除就整个都没有了，所以它是算是一个转角的一个因次。好，那如果今天我的这个梁上面的载重呢，并不是Q， 它是 P 是集中载重的话，那因为 P 本身的单位就是一个力量，好，所以它跟 Q 的差别就是 Q 底下还要除一个长度，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如果这个 P 集中载重造成这根梁的变形，因为最后弄出来的因次还是要只有一个长度单位，所以因为 P 本身跟 Q 就是差了一个 L， 所以它因次要跟上面这边一样，所以它这边的 L 就可以少一个，第一个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 P 乘上 L 三方，上面是力量乘上距离的三次方，下面 EI 是力量乘上距离的二次方，整个一除就是一个距离的单位。然后呢，转角比它再少一个长度单位，所以是 PL 平方除以 EI。那如果是弯矩，就比 P 又多了一个长度的单位，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因次上面又可以比上面这个 P 呢再小一个长度的单位。所以当我们谈到因为集中弯矩造成的一个变形量的时候，我们谈的会是 mL 平方除以 EI 这样子的一个因次。然后如果是集中弯矩造成的转角，我们谈的就会是 mL 除以 EI 这样子的一个因次。如果这边再把这些因次再把它写出来，那让各位可以清楚的看到。然后呢，这边这个 E 就是力量乘上距离的负2，然后呢 I 值是距离的四次方，所以底下就变成力量乘上距离的平方。上面呢是力量乘上距离的三方，所以一除就是这一个变形量的一个因次。好，那我们从刚刚的例子，我们也都印证过了。像 B 点的转角果然是 QL 三方除以 EI，
B 点的变位果然是 QL 4次方除以 EI， 像这个东西这样子。好，讲解完了这个因次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来列一个表，把一些比较常见的它的变形跟转角的一个 case 呢，把它写出来。好，因为呢，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变形叠加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 case。好，如果呢，我们可以找出说这个 case， 像这边的这一个 case， 它呢在这个 B 这一点的转角，因为这个 P1 的关系，在 B 点的转角大概是多少？我知道它因次应该是要这样子，然后呢，前面会有一个，当然带有一个系数啊，好，这个跟我 P1 的大小啊，然后还有跟我这个作用的位置啊都有关系。好，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然后我也一样是这个因次，然后但是我会有另外一个系数，对不对？好，然后我知道实际上这一点的这个变位呢，就是这两个去加起来的，好，这两个去加起来的，所以呢，我就先来找一些基本的 case， 好，看这个基本 case 前面带的那个系数是多少。OK， 所以这个关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是像这样子一根梁，它呢又有集中弯矩，又有集中载重，然后又有这个分布的载重。那我们知道，例如说某一个这个 A 点哈，这个端点 A 点，它的转角呢，就是Q 的话，它的因次是这样子，好，然后这个东西，然后再乘上某一个系数哈，然后这个集中载重对这一点的转角也会有一些贡献啊，那所以前面就是这个系数，然后这集中弯矩当然对它的这个转角也会有一个贡献，所以就是前面就是这个因次，然后在前面再乘上一个系数。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superposition 的一个想法。我其实全部都加在一起，我原本要先把它的反力都求出来，然后把这整根梁的简力图、弯矩图全部都找出来，然后再开始去积分，这样我一定找得到。但是我也可以把它拆成一个状态，都是各自比较简单，甚至拆成我已经知道答案的一个状况，然后再想办法去叠加。所以呢，我们就要为自己制造一些比较简单的基本的情况的一个答案，我们自己要先知道，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产生。我们接下来会有两个表，一个表是关于悬臂梁的，一个表是关于减支梁的。OK， 好，像这是一个悬臂梁的表，然后它有可能受均部载重，然后或者是它自由端受集中载重 P， 或者是自由端受一个集中弯矩，一个顺时针的集中弯矩 M。OK， 然后我这边要强调一下就是我这个表上面列的东西都是不管正负的，好，在这边跟各位讲一下，各位可以把实际上的正负把它补进去也可以，因为很明显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状况来讲 ，B 点的位移一定是往下的，所以这个应该是要负的值。好，我这边只有列出大小，我没有去把正负也列上去。好，那你要知道这一个应该是要一个负的。好，一个状况，然后这个转角呢，这个转角很明显，它应该是一个顺时针的转角，所以这个也应该是要一个负值。OK， 我这边列的只是大小，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好，这三种状况基本上 B 点的位移都会是负的 ，B 点的转角也都会是顺时针转，好，所以也都是转角为负的一个情况。好，然后这个东西。请各位自己回去把它当做一个练习，自己算算看，用积分的方法，你有没有办法把 B 点的转角跟位移找出来？然后这个情况，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 B 点的转角位移，好，如果集中载重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把 B 点的转角位移把它找出来？这个用积分很快都可以找得出来哈。我们例如说，我们如果拿这一个例子来看，拿最下面这个例子来看的话，这个东西你的反力就是一个 m， 然后没有减力的反应哈，所以我可以我的 m of x 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就把它切开，对不对？切开之后，你看就是我是这样子，然后我另外这一边呢，
切开之后，我都是一样，我都是弄一个正弯矩的一个假设，然后这边有一个 m 在这边，所以我这个 m of x 加上这边的这个 m 要等于0，对不对？所以我的 m of x 就是等于负 m。然后呢，再来就是我把它积分一次，变成什么？因为这个 m 就是 eiv double prime， 对不对？eiv double prime， 所以我把它积分一次变成 eiv prime， 这边是变成负 m， 然后再乘上一个 x， 对不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个积分常数。那因为我的x 等于0的时候，我的这边的弯矩，这边的这边的转角必须要是0，所以我很快的可以知道这个积分常数是0，对不对？再来，我再把它记一次，变成变位，好，所以这边会变成负的2/m x 平方，再加上另外一个积分常数。那因为我 x 等于0的时候，这边也没有任何变位，所以我也很快知道这个东西是0，对不对？所以我要找 B 点的变位呢，我就把这个 s 代 l 就好了。所以是不是我的 v 应该是要等于负的 ml 平方除以2倍的 ei？ 所以我们可以找出来，就是其实对于这一点 B 点的一个变位的话呢，应该是负的 ml 平方除以2倍的 ei。OK， 然后呢 ，B 点的转角应该是把这边带 l 把它带进去，所以它应该是负的 ml 除以 ei。OK， 好，所以呢这一张表就是这边目前列的是只有因次，然后还没有前面的那个系数。OK， 所以呢，实际上它的系数呢应该是这边有这个系数在这边，所以它这边是1，这边是2，这边是2，这边是3，这边是6，这边是8。所以有的人会用1、2、2、3、6、8这样的方式来记，把那个系数把它记出来。所以这一张表就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变形跟转角，我们会有感兴趣的，然后这一些比较简单的 case，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case 把它做线性的组合，然后去算比较复杂的一个状况。那看完了一个cantilever beam 的情况，我们当然就一定也要做减质量的一个表了，对不对？好，那这边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边其实前面应该都是要有一个负号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边代表的都是我只有列出它的一个量的大小而已。好，那如果是一个减质量，好像这样子一个减质量受均部载重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你一样可以把它的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积分的方式，把任何一点的变位跟转角都可以算出来。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就是delta c， 其实我算出来会是一个负的这个值，好，所以它就是它在 x 等于2/l 的时候，好，它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位移量。那因为它是负的，所以它是往下的。那一样，这边列的只是一个值哈。你如果真的去算这个 v 的值，它是一个负的，好，所以这边是只有列那个值的大小。那 A 点的转角跟 B 点的转角两个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方向是相反的，好。然后那个转角的值，绝对值本身都是这么大。那这个一样就是大家我们从前面的例子其实有去算出来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算过的一个例子，它就是可以让我们得到这些结果。好，那我们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去算，如果今天是一个减质量受集中载重的时候，那它会得到 C 点是在正中央，它的一个变位量是这样子，一样它应该是负值，我这边是只有列大小，好，然后两端的转角的量是这么大。OK， 再来第三种状况是，如果是一个减质量中间加了一个集中的弯矩作用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大概会怎么样的一个变形吗？它的变形会呈现出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中间点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变位，然后呢，在两侧它都会有一个逆时针的一个转角，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两侧的转角都是等于 ml 除以24EI 这样子一个大小，然后都是逆时针的，好，所以就是等于都是正值。好，那么有了这些剪枝梁还有悬臂梁，它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变形的一个跟转角状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当做一个base case， 然后呢再去透过它这种不同的这个 case 之间的线性组合，然后我们可以拿它来很快的解出一些比较复杂的状况的转角跟位移量，那我们就不用再去透过积分的方式才能把那些值找出来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拿几个例子来为大家解释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的方式哈。好，如果呢这是一根梁，悬臂在这边，从前面比较简单的 case， 其实我们已经看过了哈，就是回过前面再来看一下。如果是这个 case， 那它在集中载重作用的地方自由端的时候，它的一个变位量是 PL 三方除以 3EI， 然后这一点的转角是 PL 平方除以2倍的 EI。好，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